彭博社的报道基本确定了，2022年苹果的第一场春季发布会将在当地时间的3月8号，也就是国内的3月9号举办。苹果到时候会推出第3代 iPhone SE、iPad Air 5以及升级版的 Mac Mini。我是小天，欢迎回来。今天的视频我就想和大家聊聊，在这场发布会上发布的这些产品，有没有什么新的功能值得我们消费者关注或者购买呢？先看看 iPhone SE。iPhone SE 其实每次都不是 iPhone 系列当中最让人激动人心的那一款产品，因为它总是用着比较旧的设计。不过大家细想一下，在这个旧的外形之下，其实每次内里它都是用着最新的 iPhone 才有的特色，再加上它的售价，所以 iPhone SE 其实一直都是一款很香的产品。那这一次的 SE 就和我刚刚提到的，在外观上没有任何设计的变化，它还是用 iPhone 8作为模型进行的设计，所以看起来和目前的2020版的 iPhone SE 几乎是没有任何区别。颜色选择上也是和目前的黑色、白色以及红色保持一致。和13系列比起来，这个颜色选择确实是单调了一点，不过也不影响我们使用。那因为它定价和定位的原因， iPhone SE 这次还是使用的 4.7 英寸的 LCD 屏幕，所以大家要吐槽的边框屏航母这次肯定也是跑不了的。标志性的 Touch ID Home 键按钮肯定也还在。其实说起来，除了 iPhone SE， 其他 iPhone 系列已经都过渡到了 Face ID 上。现在的传言是说，下一个版本的 iPhone SE， 也就是2023年的 SE 也会过渡到 Face ID 上。不过无论如何，这个版本我们是看不到了。机器的背面呢是玻璃，方便无线充电，不过不会支持 MagSafe 技术。和旧版的 iPhone SE 一样，这一次它也是支持 IP67 的防水和防尘。因为在设计上没有得到更新，所以留给电池的空间也不会有什么变化，大家也不要指望电池寿命会有什么特别大的改变。现在版本的 iPhone SE 官方给出的续航，看视频13个小时，看流媒体视频8个小时，听音频是40个小时，所以大概率新版本 iPhone SE 的续航也是在这个水平上。新一代 iPhone SE 最大的特色就是 5G， 这也是它最大的卖点。苹果现在最便宜的 5G iPhone 还是2020年的 iPhone 12 mini， 但是这次 iPhone SE 上市之后会比 iPhone 12 mini 还要便宜很多，成为最实惠的 5G iPhone。而且如果只说网络连接速度的话，它是和 iPhone 13以及13 Pro 相当的。当年苹果发布2020版 iPhone SE 的时候，用的是前一年 iPhone 11上的 A13 芯片，所以这次如果苹果保持它的习惯，那我们就能看到在新一款 SE 上用到去年才发布的 A15 芯片。 iPhone 8的外形加上 A15 芯片还是蛮给力的。预计这次2022版的定价会和2020版的定价保持一致。记得去年苹果公布在国内的定价时，大家都大呼给力，所以这次我也期待 iPhone SE 可以刷新在国内定价的新低。讲完 iPhone SE， 我们再接着聊聊 iPad Air 5。iPad 一直都是很多同学都非常关注的一款产品，因为它既是一个学习工具，又是一个很好的娱乐产品。There's no other device like iPad。我也是会经常收到好多大家关于 iPad 的留言以及私信询问该怎么选择。那最近我的答案一直都是，如果不着急购买，可以等等3月份的 iPad Air 5。所以接下来我就给大家说说，到底 iPad Air 5有什么新的功能吗？还是先从外观上讲起。iPad Air 5和 iPad Air 4在设计上是会保持相同，所以外观上不会有特别明显的改变。但是苹果很可能会给 Air 5增加一些新的配色，把它和 Air 4区分开来。只能说消费者心理这一块，苹果是拿捏得死死的。设计保持相同，所以这一代的 iPad Air 5依然是采用全面屏的设计，也依旧不会使用 Face ID， 还是用的电源键按钮的 Touch ID。屏幕尺寸也是相同的 10.9 英寸，还会有一个 USB-C 的充电口。虽然在外观上不会有什么大的区别，但是在功能上 iPad Air 5还是有一些新的特色。首先是 5G， 和 iPad mini 6一样， iPad Air 5在升级后也会使用 5G 芯片。不过由于 iPad mini 6是受限制的6 GHz 以下的5G 网络，所以不清楚 iPad Air 5这一次是不是也会有相同的限制。处理器当然也会获得更新，使用和 iPhone 13以及 iPad mini 6当中的 A15 芯片。不过去年的 iPad mini 当中的 A15 芯片，苹果给它降频到了 2.9 GHz， 而不是 iPhone 13当中的 3.2 GHz， 所以不知道这次 iPad Air 5当中的 A15 芯片是不是也会被苹果降频。降频之后的 A15 芯片在性能上会比 iPhone 13慢上 2%到 8%， 不过无论如何肯定是会比 A14 芯片要强。之前我做过的一期关于 iPad 选购的视频当中，我提到过
iPad Air 4是很尴尬的唯一一款没有人物居中功能的 iPad。终于在这次升级之后 ，iPad Air 5也能用上这个功能了。iPad Air 5会用上一个1200万像素的前置摄像头，并且支持人物居中功能。对于很多在家里办公或者学习的人来说，这个功能还是挺重要的。至于后置摄像头，预计还是继续采用单摄像头的设置，不过会增加一个4色的 LED 闪光灯。这也算是个新功能吧，因为在现在的 iPad Air 上是没有闪光灯功能的。另外，由于机身的设计不变，所以在电池寿命上，我们应该也不会看到特别大的改进。当然 ，iPad 的电量和续航一直也不是一个问题。iPad Air 5当然还是继续可以和 Magic Keyboard 以及 Apple Pencil 2这些配件配合使用。iPad Air 5的定价预计会和4保持相同，而且在存储空间上大概率也不会改变，依然是64以及256GB。关于存储空间，我个人是很希望苹果能把它改成128和512GB 的，因为我收到的很多私信当中就是在纠结64和256GB 怎么选。64GB 对于我还好，但是对于很多没有习惯使用云端存储的用户来说，64GB 起步确实有可能小了一点，所以能改成128和512GB 的话，我相信会有更多的人愿意入坑 iPad。最后聊聊新款的 Mac Mini。目前关于 Mac Mini 外观设计上的确切消息还比较少，有一种说法是 Mac Mini 会有一个类似于有机玻璃的顶部位于它铝制外壳的上面，而且整体的机身尺寸会比现在的更小。在颜色选择上，苹果可能会采用双色的设计，而不是现在一成不变的单色。更新后的 Mac Mini 将使用 M1 Pro 和 M1 Max 芯片，也就是在2021年才推出的 MacBook Pro 上使用的芯片。M1 Pro 最多可以支持32GB 内存，而 M1 Max 可以支持64GB， 所以预计 Mac Mini 最多可以支持64GB 的内存。现在的高端版 Mac Mini 还在使用第8代的英特尔处理器，所以如果这次出了新 Mac Mini， 对于那些担心 M1 性能不够用，又不愿意购买英特尔芯片 Mac Mini 的伙伴们来说，应该是个不错的选择。这次除了升级了芯片， Mac Mini 还将配备更多的端口。有4个雷电接口，一对 USB-A 接口，一个以太网接口以及一个 HDMI 接口。以上就是关于苹果2022年春季发布会的全部内容。可以看得出来，苹果还是在收着，没有把大招一次性都放完。这几个产品更像是今年的开胃小菜，真正的硬菜应该还是要在今年年中的 WWDC 以及今年下半年的秋季发布会上才能看到。我也会时刻关注相关的消息，及时给大家汇总更新，所以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就不会错过任何更新啦。如果喜欢今天的视频，也记得点赞、留言，一键3连，多多支持。我是小天，一个普通的消费者、上班族和科技爱好者。我们下个视频再见，拜拜。